何人胆敢惊扰摄政王家？撵过去，别弄脏了一丝人类司的地界。遵命。王爷留步！永安侯府暗通北敌，克扣3万北境将士东饷的罪证账本，您难道不想查抄吗？沈之威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婉儿不过是想要你那块外祖母留下的玉佩，你便推她下水，你怎能如此恶毒？沈怀安，你当真是我嫡亲的哥哥吗？我没推他，是他自己故意踩平跌下去，再遭给我。住口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婉儿至今高烧，大夫说了，只有你那块暖玉能压得住她的寒气。你个在乡下野大的白眼狼，早知道你这么容不下婉儿，我当初就该让你烂在那个穷山沟，永远别回侯府。母亲，究竟谁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我流落在外18年，受尽苦楚，您何曾看过我一眼？如今大雪封山，你们不给我御寒冬衣，不给我谱赋食物，却为了逼我出外祖母的遗物。放肆！还敢顶撞你母亲！世子，二小姐醒了，正哭着说不怪大小姐呢，真是个心善的姑娘啊。你们不是要我反省，你们是要我死。我不能死，我若死了，谁来还我公道？你可知在大梁诬告朝廷重臣是何罪行？本王若查出你有一字虚言，玄剑司的诏狱有108种法子让你求死不能。民女沈之薇愿以项上人头作保。永安侯府将北境将士的东饷换成了发霉的棉衣和掺沙的粮食，3万将士冻死饿死在边关，他们却拿着银子给沈婉儿打造金步摇。王爷执掌玄剑司，是朝廷最后的法度，难道你要看着忠烈之士流血又流泪，让通敌叛国的奸贼逍遥法外吗？带回去交给医女，务必医活她。本王倒要看看永安侯府养出来的弃女能翻起多大的浪。我活下来了。在玄剑司醒了。既然没死，就起来兑现承诺。永安侯府账本在哪儿？本王耐心有限。账本我没有带出来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戏耍王爷！本王给过你机会。陆川，拖下去，按玄剑司规矩处置。慢着，侯府暗阁有死士看守，外人根本带不出。但我过目不忘，整本账册包括流沙密码，全在脑子里。过目不忘？凭你一个乡下18年的村姑，想在玄剑司玩空手套白狼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拿支笔。字写得像狗爬一样，若写错一个字，本王就剁了你这只手。建平2年10月，截留定州军马款30万两，走江南曹庄转入汇通，户名周先生。建平3年正月初5，以次充好递换北境冬衣5万套，折现45万两入东宫。王爷，这与截获的密信残卷分毫不差，暗语一模一样。王爷，这份投名状可还入得了您的眼？勉强算个有用的物件，不过单凭你默写的内容无法作为铁证，没有原件，永安侯大可反咬你一口诬陷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王爷帮我。凭什么？你现在只是玄剑司的阶下囚，本王为何要费心费力帮你？不是帮我，是帮北境10万冻死的将士，是帮天下公理。好大的口气！想做本王的刀，不仅要锋利，还要命硬。我沈之薇愿做王爷手中最利的刀，我要风风光光回侯府，亲手拿到账册原件，将他们通敌卖国的罪证大白天下。陆川，说明日起送入暗卫营，若3天内没死，本王就给他一个重返明律场的身份。3天，我一定会撑过去。
永安侯府沈婉儿，你们欠我的，欠北境将士的，我沈知微定会连本带利，一一讨回。听说你是王爷亲自抱回来的，原来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弃女。今天我就废了你这双眼睛！王爷，沈姑娘伤得重，红渊下手没擒住，万一真出了人命，死了就是他无能。玄界司不需要靠人保护的废物。就是现在！沈之谦，你敢暗算我！玄剑司规矩只有一个，活下来。你力气大，但脑子不够用。王爷，那是奇门遁甲里的绊马索变阵，他什么时候布下的？投机取巧的小把戏，上不了台面。带他来暖阁，他这把骨头还算有点硬。这药绝非凡品，多谢王爷赐药。别自作多情，怕你死在玄剑司晦气。打开看看。苏之薇，流落民间18载，现已被玄剑司寻回。王爷这是要给我换一个身份？那个沈婉儿如今是圣经第1才女，你若还是弃女，拿什么投账本？太傅府，那是真正的清贵名门。苏太傅为人刚正，他找了孙女18年。王爷是想让我接太傅府的事，重返圣经？那孩子肩上有蝴蝶胎记，本王查过，你被烫伤的纱奔形状刚好相近。那场烫伤竟成了我的护身符。哼，太傅府那边本王已打点妥当，3日后东宫春日宴，永安侯府和那位沈婉儿自然也会去。这是你在圣经的第1次亮相，别给本王丢脸。若是拿不到账本或死在后宅里，本王绝不会替你收尸。王爷放心，这春日宴我定会让侯府知道什么是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沈之薇已经死了，从玄剑司走出来的是苏太傅孙女苏之薇。姐姐在乡下受苦，是我不好，她若出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。哎，我的傻女儿，你太善良了。那个沈之薇死活不论，与你何干？太傅府嫡长孙女苏之薇小姐到。沈之薇，你怎么没死？不可能，那个柴房里的小蹄子怎么可能变成苏家孙女？臣女苏之薇拜见太子殿下。这双眼睛像极了救我的那个女孩，可婉儿明明说救我的人是她。苏小姐免礼，你能归来是太傅之幸，此座。殿下不可，她根本不是什么苏家孙女，她是沈之薇，是我家从乡下接回来的弃女。自寻死路，她手脚不干净，企图谋害我，竟敢蒙骗太傅大人。侯府2小姐这喧哗指鹿为马的作态，便是蔑视朝廷命官，蔑视太子殿下的春日宴。你撒谎！你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还不滚过来磕头认错！永安侯夫人好大的威风，连本王与苏老太夫亲自合宴的苏小姐，你都敢指认为弃女？怎么，侯府已经可以阅全核查百官家眷了？9000岁恕罪，内子失心疯了，冲撞了王爷和苏小姐，求王爷饶命。婉儿近日写了篇治河实策，想请苏小姐指教。
若苏小姐能说出个所以然，婉儿愿磕头赔罪。我朝任豪西环，这是前朝大家郭守晚年未刊印的手稿残卷，你一字不义的抄袭也就罢了，却漏抄了最关键的一句。按你这抄漏了参数的策论去治理，黄河必将决堤，届时数十万百姓将化为余波。原来如此，侯府二小姐，你竟敢拿水利大地哗众取宠，简直草菅人命！不是的，聪明果敢，这才是配得上我太子妃之位的女人。我的小狐狸出师了。甄婉儿，别急，今天只是个开始，我会让你一笔一笔全吐出来。这种毒妇就应该进猪笼，简直是丧心病狂啊！这只是开始。侯府书房暗格位置已定，明日需趁乱潜入，账本必手到擒来。一定要快，裴无绝那个人耐心有限。苏之薇，你最好别……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夜深雨冷，不知殿下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姑只是想起云梦山遇刺，曾有一位采药丫头救了姑。今日看你这双眼睛，觉得救姑的人应该是你。殿下认错人了，臣女自幼长于江南，从未去过云梦山。不承认也无妨。你今日在殿上的风姿，姑很喜欢。东宫正缺你那般的解语花，明日姑便奏请父皇赐婚于你，做姑的罪，侧妃不算委屈。殿下自重，臣女暂时无心婚嫁。姑想要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得不到的，荣华富贵，姑皆可给你。殿下想要什么，本王管不着。但这个人，你动不得。殿下若想纳他，不如先去本王的诏狱走一遭，领个审讯编号。王叔欺人太甚，苏之薇，你最好别后悔。招惹男人的本事倒是见长，觉得太子侧妃比玄真司的刀更好当，还是太傅府的富贵让你忘了北京10万将士了？我绝不会用自己的一生换那种妥协的权势。只有玄剑司的刀，才能割开永安侯府的喉咙。记住你的话，你的命是本王捡回来的，没灭侯府前，谁也别想碰你一根头发。这股霸道劲儿倒是没变。走，回府，明天该轮到你去侯府收账了。永安侯，噩梦要来了。老臣永安侯沈车携内子及家眷拜见苏大小姐。侯爷快快请起。今日不请自来，是奉祖父之命，特来请教孤本兵书。侯爷，听闻您书房中藏有兵行真迹，祖父寻觅多年，不知之微可有项一观？这书房杂乱，恐污了小姐眼，不如臣命人取来大厅。难道侯爷书房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连太傅府都看不得？侯爷，不好了！玄剑司黑甲卫把后院围了，说要全面搜查。什么？玄剑司怎么会来？侯爷自去处理，我在书房寻到书，便回正厅等您。那臣失陪片刻，小姐自便。裴无咎的调虎离山计，只有半炷香时间。
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苏之薇，你果然没安好心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来看书的。给我拿下这个贼，他偷了机密，抓他现行，太傅孙女也保不住名声。跳梁小丑，放肆！我乃皇上亲封的正一品太傅嫡孙女，你们几个贱奴也敢碰我分毫？以下犯上者，杖毙！你们怕什么？本小姐亲眼看见他往袖子里塞了东西，给我搜身！搜身？沈婉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搜我的身？莫说我没拿侯府一针一线，即便拿了，没有大理寺搜查令，谁敢动我？你做贼心虚！父亲回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怎么回事？父亲，女儿亲眼见他打开暗格偷东西藏在袖子里，他是来做贼的。苏小姐，侯府容不得外人撒野，为了自证清白，请把袖子里的东西拿出来，否则今日您怕是走不出这侯府大门了。侯爷确定要看，看了之后可别后悔。拿去。这是18年前接生婆的血书供重，当年是崔氏买通他，将我的玉佩塞给了他沈婉儿。你胡说！我是侯府嫡女，我才是！血书早已在太傅府配分，你宠了18年的嫡女是个冒牌货，混淆功勋血脉者，誓夺爵位，流放3000里。全剑司提条拿人，无关人等退避。侯爷，真是不巧，玄界司接到实名举报，永安侯府涉嫌欺君罔上，本王特来抄家。账本拿到了。我要见太子殿下。混淆血脉是家事，玄剑司无权私自关押我。我是被蒙蔽的，太子殿下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救你？苏小姐，这堂审交由你主理，本王给你撑腰，谁敢狡辩，先赏20庭鞭。你一个女流之辈，凭什么主审朝廷？就凭我是玄剑司暗手，就凭我手里握着让你满门抄斩的铁证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拿走的明明是血书。血书是为了名正言顺抄家，而这才是为了定你的死罪。谋逆者诛九族。诬陷！王爷明鉴，这是伪造的，臣从未贪墨过军饷。那上面的丝印以及北狄独有的狼头血印，你作何解释？印章可以伪造，这不能作为铁证。侯府账本记替换冬衣5万套，折现45万两，而兵部党册记载，正月初5确实有5万套冬衣发往北京。你穿的绫罗，你女儿戴的金珠，都是将士的血肉，你难道听不到钟会索命吗？许多战友都死在了北京的寒冬里。王爷，苏小姐，我不知道这些贪赃枉法的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我只是个被抱错的孤女，与他毫无血缘关系，求王爷网开一面。报应，真是报应啊！我把白眼狼当成宝贝，到头来竟是这样的下场。沈婉儿，你明知身世，却协助伪造血统，用赃钱结党营私，律法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陆川，沈征党羽打入死牢，沈婉儿剥夺封号，流放极北，终生不得回京。遵命。蠢女人，
撑不住还硬撑。王爷，放我下来，这里是玄剑司。闭嘴！玄界司是本王的地盘，刀卷了刃，本王怎么杀人？裴无倦，谢谢你，北境将士也会谢谢你。哼，少往脸上贴金，本王只是为了律法。裴无咎，苏之威，坏了孤这滔天的大事。永安侯府倒了又如何？孤还有丞相，还有禁军。殿下息怒，永安侯已被打入死牢，3日后预审。他知道殿下太多秘密，万一在诏狱里熬不住，他敢传孤密令，让沈称畏罪自尽。至于那本账册，苏之威这颗棋子，孤得不到就毁掉。还有裴无咎，殿下英明。陆统领，发生何事了？为何后山方向的守卫全撤了？今日是15，王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违令者杀。不好，是调虎离山，他们的目标是兵士。你去前院指挥，这里我熟悉奇门遁甲，我去。来不及了。住手！太傅府苏之威来得正好，杀无赦！我会杀了你！滚！谢无忌，滚！滚出去！我会杀了你！滚！你不是怪物，杀了我！我不会让你死。裴无咎，看着我，我是要给你当刀的沈之威。之威，没事了，我在这里，不管是谁把你变成这样，以后玄剑司的刀我替你握，命我替你保。别背叛我！绝不。侯爷，殿下念及旧情，特赐您斟酒一杯，否则他连预审都不等，就要杀我灭口。我为他敛财数万两，他竟然要我死！您知道的太多了，请吧，别逼属下动手。大理寺的天牢，什么时候轮到东宫的来替天行道了？拿下！这就是你效忠的太子，你以为替他顶罪，他就会放过你的家人？天真！我认，只要保我全尸，我愿意指认太子。你贪墨的军饷大头到底去哪儿了？会同钱庄，掌柜是承恩公府的人，账本附册就在公府密室里。陆川，点齐人马，去大理寺敲灯文虎。苏之威，你斗不过孤的。沈征竟然还活着，
臣女奉玄剑司之命，呈递沈征贪墨通敌之铁证。沈征，剩下的35万两去了何处？剩下的35万两，罪臣全数交给了太子殿下。放肆！你竟敢攀咬姑！大人理应大刑伺候。殿下急什么？大梁律法重证据，这是查抄汇通钱庄搜出的密账，每一笔都转入了承恩公名下。伪造，这全都是伪造的！是不是诬陷？殿下说了不算，大梁的王法说了不算。本王已将承恩公下狱，他已招认是受你暗示接收赃款。咱们且去陛下面前，好好掰扯掰扯。你就不怕太子狗急跳墙，当场要了你的命？不怕，因为我知道，王爷一定会带着铁证出现。昨夜的毒还疼吗？这点小毒还死不了，本王还没剥削完你呢。回府上药。昨夜被本王内力震伤了肺腑，还敢在大堂上中气十足的吼这么久。沈知微，你当自己的命是铁打的吗？现在知道疼了。怼太子的时候你不是挺威风吗？怎么，玄剑司的刀原来是个纸糊的？若不是王爷昨夜内力失控，我何至于受这无妄之灾？王爷给我疗伤，天经地义。他抱着浑身是血的我，说我不会让你死。不知好歹，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就赶紧滚回你的太傅府。一直赖在玄剑司，本王可不想扣押朝廷命官的家眷。王爷放心，我这便回去。永安侯府虽然倒了，但太子经营多年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是死了，本王不替你收尸。王爷还是多操心自己体内的毒吧。我若死了，谁来救你？这蠢女人。知微，你受苦了。你父亲若在天有灵，定会为你骄傲。你父亲奉密旨暗查铁矿走私，老夫寻访18年，无人能解。我来试试。开。这不是大梁的铁，是北极皇族的乌金寒铁。不错。9000岁，堂堂摄政王翻太傅府的窗户，你……本王听闻苏小姐受了内伤，特来探望。本王杀过那么多北狄将领，岂会不认得？这是铁符弄的兵符，这不是走私，而是有人在替北狄打造兵器，通敌叛国。竟敢拿大梁国运做交易！太子，18年前我父母惨死，只是灭口的牺牲者，太子必须血债血偿。天塌下来，有本王顶着，黑甲卫随时替你调遣。太傅，宫里来人了，皇后娘娘要苏知微即刻入宫。宣召，皇后这是要亲自下场，将知微生吞活剥了。你不能去，宫里是她的地盘，那是龙潭虎穴。
放手，抗旨不遵，不仅太傅府要遭殃，连王爷也会被弹劾。我若不去，岂不是心虚？可是，王爷，我们打个赌吧，赌我明天清晨全头全尾走出凤仪宫，我要让皇后亲口吐出东宫一半的暗网。见了本宫，为何不跪？臣女乃正一品太傅嫡长孙女，依礼不跪。好一个牙尖嘴令，在本宫这里，本宫就是王法。给本宫剥去外衣，重则50停镖。慢着，娘娘在打死臣女之前，最好先看看这是什么。若是这50廷诏落下来，臣女保证明日一早，这东西就会出现在陛下御书房的龙案上，届时凤仪宫连同东宫必将万劫不复。拿一块破铁牌就想唬住本宫，笑话！破铁牌，娘娘久居深宫，或许不认得，但太子殿下一定认得。这是北狄铁服同精锐骑兵的兵符。18年前，臣女父母在青州遇害的现场，便留下了这块铁。你父母遇害，与太子何干？看来太子殿下私自开采青州铁矿，走私兵器换取北狄支持，暗中豢养私军的谋逆大罪，娘娘并不知情。放肆！你敢污蔑当场储君谋逆！太子最近花销巨大，难道他真的谋逆？是不是污蔑，娘娘心里清楚。这兵符加上大理寺查抄的汇通钱庄密账，桩桩件件都指向东宫。娘娘想杀我灭口，太迟了。我入宫前，祖父已带着拓印的铁矿题图进宫陪陛下下棋了。只要我今夜在凤仪宫少了一根头发，明日太阳升起之时，就是东宫被御林军查差之日。我赌不起，一旦败露，整个崔氏都不复存在。太子豢养的死士影龙卫3番5次刺杀玄剑司与臣女，让臣女寝食难安。我要影龙卫的花名册和联络暗网，用它来换取臣女将青州铁矿的秘密永远烂在肚子里。你做梦！本宫绝不可能把太子的底牌交给你。娘娘可以拒绝，那臣女只好现在去御书房，娘娘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吧。站住！本宫给你今日之辱，本宫记下了。你最好祈祷你能一辈子躲在裴无绝的羽翼之下。多谢娘娘赏赐，臣女还要回家喝药，就不打扰娘娘安寝了。太傅府，笨女人，进个宫跟上刑场一样，真当自己有9条命。王爷，东宫一半的暗网，我给你拿回来了。沈知伟，你记住，这天下没有什么是比你的命更重要的。以后不许再这样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我的活阎王大人。别看了，赵德海城堡的地质早就做得滴水不漏，你能看出花来？王爷请看，新增的壮劳力不去种地，都去哪儿了？你的意思是开采铁矿？所以我们绝不能打草惊蛇，没有实证前不能动用暗线。苏小姐，你刚才叫本王什么？王爷啊，有何不妥？本王现在是盐商裴无忌，你是裴夫人，叫夫君。裴无咎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不叫。陆川，掉头回京，这案子本王不查了。夫君，娘子真乖。无耻。
查清楚了，赵德海封了官道，整整3年没人进得去。果然有鬼。今夜我们去断魂谷探一探。他们竟然用大梁子民的血肉私造兵器！冷静点儿，凭我们2人救不了所有人。你说的对，我们需要密信和账本，才能调离远军评判。谁在哪里？小心！放我下来，你会受限的。闭嘴！本王若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，还有脸掌管玄剑司？他们走了。沈之薇，你刚才在马车上叫本王什么？那是做戏。可本王现在想假戏真做。正事要紧，不许胡思乱想。不急，我的猎物从来跑不掉。裴老板大驾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初次登门，一点小玩意儿，给赵大人添个景。裴老板真是大手笔，快快请进。听闻大人在青州有一条极其赚钱的暗线，我要买个入伙资格。裴老板说笑了，本官两袖清风，哪有什么暗线？大人若是不信我的实力，这生意不做也罢。你这贱婢怎么伺候的？弄脏了我的流仙裙。夫君，我不喝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换衣服。哈哈，夫人息怒，带裴夫人去后院客房更衣。什么味道？找到了，这就是太子谋逆的铁证。不好，中了调虎离山计，快去书房！给我搜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！赵大人，大半夜在我夫人门外大呼小叫，是何道理？你少装蒜！你夫人偷了本官的机密账本。赵大人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夫君，赵大人这是怎么了？妾身去熬碗醒酒汤，怎么府里就跟遭了贼一样？赵大人，丢了东西就赶紧准备后事吧。铁证到手，太子谋逆，赵德海私造兵器。沈之薇，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险？我知道，但我也知道，你绝不会让我死。我的后背一直都交给了你啊。明日，本王便拿着这铁证，平了这云梦山。
青州城门紧闭3日，云梦山异动频频，没有调令我不能动。报，营外有一男一女手持黑金玄令，要求见将军。黑金玄令，快请！末将林啸参见摄政王千岁。林将军免礼。青州刺史赵德海暗通东宫，在云梦山私开铁矿，豢养5000私军，意图谋逆，证据确凿。我们要救人，绝不能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。得令，快把兵甲装车，没了兵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大人，谷口被包围了，漫山遍野都是定远军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？赵德海，通敌谋逆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裴无忌，你竟然是摄政王！跟他们拼了，杀出一条血路！住手！放下武器者免除死罪，若抗，诛3族。谁再敢动一步，下一箭射穿的就是脑袋。不可能！林将军，调拨军需，安顿百姓，发盘缠，让他们回家。多谢苏小姐，多谢摄政王。赵德海，18年前苏云兴夫妇，是不是你和太子灭的口？苏云兴的女儿，报应，真是报应！当年你父亲查到了铁矿的蛛丝马迹，太子命我联系北狄杀手，那图是他临死前撕下的。林将军，签字画押，我要回京雪冤。想哭就哭，本王借你个肩膀。我们回京，去把太子从那个位置上拉下来。好，本王陪你掀翻朝堂。裴无忌和苏之威去青州已经半日，他们就算查到什么，也绝不可能活着回来。何人在敲登闻鼓？陛下，是苏之威，他捧着苏云兴的牌位，正向金銮殿走来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我沈之威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分毫。臣女今日敲响登闻鼓，要状告当朝太子萧景恒，私开铁矿，暗通敌国，意图颠覆大梁江山。一派胡言！父皇，此女疯癫，竟敢污蔑储君，儿臣冤枉！这定是玄界司为了争夺储位，打压一堵。苏之威，你可知状告太子是何等罪名？陛下，臣女今日若无铁证，便不会踏入这金銮殿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！伪造，
印章可以伪造，儿臣绝不会勾结北狄。殿下还在心存侥幸吗？那人证呢？末将凌霄已率铁骑查封云梦山铁矿，缴获私造兵甲10万件。赵德海，你给朕说清楚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拥兵自重？全是太子殿下指使，还要在青州招兵买马自保。好一个苏之威，好一个裴无君！父皇，您偏心，您防儿臣像防贼一样。儿臣若是不自保，早晚会被这个前朝余孽踩在脚下。你错在不该拿大梁江山满足私欲，你杀我父母，连未满月的婴儿都不放过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大梁基业不能毁于此人之手。老臣同情，恳请陛下严惩太子，恳请严惩太子。传旨，废除太子萧景恒储君位，贬为庶人，永不叙用。苏之威智勇双全，赐昭华郡主位，如朕亲临。仗打完了，你的刀也该休息了。哭吧，以后本王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别怕，今夜我一定能把你体内的余毒彻底逼出来。若是失败了呢？没有若是，裴无咎，你休想丢下我一个人！我不让你死，阎王爷也休想收你。你赢了，往后本王干干净净，只陪着你。堂堂摄政王，没个正经。太子已废，你除去了蛊毒，为何要交出兵权，辞去摄政王位？臣评判是为了律法尊严，如今江山稳固，臣的使命完成了。你交出这滔天权势，可是为了那个苏家丫头？是她点亮了臣生命里的灯，臣曾许诺陪她去看江南春水。朝堂权势太冷，臣只想去拥抱属于臣的人间烟火。罢了，朕准了，去吧，去过你们想要的日子。这江南的雨，果然比圣姿的雪要温柔得多。雨水寒凉，当心冻着。张嘴。夫君拨的红林，就是比别处的甜。知薇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雪夜吗？怎么会忘？那天某人还要把我碾死在轮下呢。若那天没停下马车，我裴无咎这辈子大概真的要在黑暗中腐烂致死。知薇，谢谢你把我从地狱里拉回来。你也谢谢你自己，给了我足以劈开枷锁的刀。夫人，这江南的雪再也不会冷了。